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这集内容，我们要来聊聊这几年欧美网红相当流行的嘴巴重训，网络上称之为 Mewing。关于 Mewing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神奇效果，一直都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做嘴巴重训真的就能如同布莱德比特或者是金城武那样拥有完美的下颚线，甚至消除双下巴吗？同时，它真的可以减缓睡眠呼吸中止症吗？我们今天就要来为大家从医学的角度探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牙齿矫正后开始打呼的悲惨案例。如果你的呼吸道已经很狭窄，那么矫正时最好要再避免拔牙，因为我们提过，缩小的口腔会让你的呼吸道变得更加狭窄。因此，如果你的呼吸道本来就不宽，那么就更需要做一下 Mewing， 因为锻炼口腔肌肉可以减少变成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机会。Mewing 技巧是由英国的矫正医师 John Mew 所发明，所以称为 Mewing。John Mew 提倡自然引导脸部生长，并提出 Orthotropics 的概念。Ortho 指的是正，而 Tropics 指的就是生长，意思是让脸部跟齿颚骨骼自然生长得很正的技巧。根据 Dr. Mew 的多年经验和研究，将舌头摆放在顶着上颚穹隆与上颚前牙内侧的位置，并随时将嘴巴轻轻闭起，是最接近于人类口腔跟颅颜生理的正常状态。因为我们的颅颜跟齿颚如何发育，以及你最后长得美不美，是我们的骨骼发育过程中各种口腔肌肉力量是否平衡的结果。后来就有人渐渐将这种透过将舌头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与产生持续性的力量，以促进脸部和上下颚健康生长的技巧，发展为口腔肌功能训练。骨头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器官，而且终身都会受到肌肉的力量所形塑。骨骼、肌肉和肌腱的生物力学交互作用对人体结构会产生影响，特别是骨骼微观的结构会发生变化。这个现象是由德国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朱利叶斯·沃尔夫在1892年所提出，被称为沃尔夫定律。沃尔夫定律描述了骨骼如何根据施加在其上的外力而改变和适应。骨骼会根据其承受的机械负荷而重塑其内部结构。当骨骼承受更多压力时，它会变得更强壮、更密实。相反的，当骨骼承受的压力较少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弱、更疏松。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的原因。而让牙齿移动的牙齿矫正，它的作用原理其实也跟骨生理很有相关。当给予牙齿持续且轻微的力量，牙齿就会移动。这背后的原理其实是由于牙齿周围的齿槽骨变化所导致的。受力侧的牙根周围的骨头一边会发生吸收，而牙根对侧面周围的骨头则一边不断的在生成。这个骨头持续动态的改变过程，就让牙齿一点一滴的朝着受力侧移动。既然骨头终身都会受到外力而改变，所以不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做牙齿矫正。你可以去网络上搜寻 Mewing 这个词，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网红在分享他们练习 Mewing 前后脸型的差异，而且这类的影片都相当的 viral。在你已经了解了沃尔夫定律与骨生理学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下，那 Mewing 是否真的可以让你的脸型发生变化呢？人类的头骨呢，有一些叫做缝合线的裂缝，这些裂缝处会有很多活跃的骨细胞，它会随着个体的成长与大脑的发育而慢慢的制造骨头，并且从这些裂缝处呢，让我们的颅腔渐渐的扩大。其中有好几条与脸型发育有关的缝合线就位于口腔的顶部。另外，作为头部最复杂的肌肉，舌头的力量非常强，而且可以做出各种精细的动作，让我们可以咀嚼、吞咽和说话。舌头是由一大群复杂的肌群所组成，这些肌群分别有 XYZ 3个方向的肌肉纤维。舌头像三明治的热狗一样，
夹在上下颚骨之间，平时习惯摆放的位置会决定施加于上下颚骨的外力方向，而且这是一种持续的力量。根据沃尔夫定律，舌头所产生的力量自然会造成上下颚生长方向的改变，而上下颚骨正是决定我们的脸型美不美的关键。对于正处于上下颚骨快速发育的孩童跟青少年来说，舌头的位置会对脸型、齿颚和呼吸道都会有显著且立即性的影响。不管有没有借助牙套、mewing 或是口腔肌肉训练，主要都是透过自己的口腔肌肉力量，正确的将舌头摆放在对的位置，以及避免张口呼吸，来引导脸部跟上下颚的生长，而变得好看。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我们自然就会被帅哥美女的脸蛋所吸引呢？人类天生似乎就具有辨别美丑的能力，这可能部分源自于演化。为了物种基因的延续，我们具有评估他人健康与生育能力的超能力。为了探究这个问题，1980年代的心理学家朱利斯·朗戈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的实验。他拿各种不同的人脸照片给婴儿看，并比较小婴儿们的反应。朗戈的实验发现，小婴儿会盯着成人也认为比较好看的脸比较久。这个实验显示呢，就算是新生儿也能够分辨，并且更喜欢那些所谓吸引人的面孔。这显示了我们可能天生就具有辨别美丑的能力，而这可能来自于演化的结果。仔细探究起来，从婴儿注视实验与基因延续的角度来看，美不美似乎无关生存，但健不健康却影响物种是否延续。美不美只是你看到的表面，也就是上下颚的骨骼形态，但对健康以及物种延续会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其实是在上下颚后方你看不到的鼻呼吸道和上呼吸道结构。也就是说，吸引人的面孔代表的是发育良好的上下颚，或更正确的说，是代表了背后健康的呼吸道。这点对于基因的存续其实远比美不美更重要。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天生具备辨认呼吸道是否健康的能力，因为这是物种存续的需要。而很不幸的是，我们现代人鼻塞、鼻子过敏和睡眠呼吸中止症如此之普遍，却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所在，反而往医美的方向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不管去垫颧骨或是垫下巴，这对于后方的呼吸道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充其量这只是一种东施效颦的策略。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很好奇，呼吸方式与舌头位置真的对于脸型发育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相当著名关于呼吸方式与舌头位置如何影响脸型的一个追踪比较。这对英国姐妹从小都有鼻炎问题，妹妹 Kelly 在7岁的时候严格遵照医生的指示，嘴巴闭上并使用鼻子呼吸，而大她1岁半的姐姐 Samantha 则没有好好的遵守指示，经常还是嘴巴开开用口呼吸。仅仅2年后，姐妹再度回到诊所追踪的时候，妹妹 Kelly 的面容依然美丽，而姐姐 Samantha 由于长期使用口呼吸，脸部发育出现了明显的异常，上前牙突出，脸颊扁平拉长，苹果肌不明显，以及咬合呈现开咬的情形，变成了所谓的长脸症候群。长期鼻塞的人只能经由口腔呼吸，这个时候舌头必须要放低，放在口腔的底部，以打开口腔，让气流有足够的空间通过。因此，舌头就只能长期摆放在错的位置，没有办法像正常用鼻子呼吸的人一样是顶着上颚的。错误的舌头位置会导致发育中的颚骨缺乏持续性的舌肌力量作用，这可能导致各式各样不同的上下颚畸形发展，以及牙齿凌乱的类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沃尔夫定律的结果。如果鼻塞或鼻子过敏是发生在青春期前期，并持续到高中以后，这一类的口呼吸者会有很高的比例会变成下颚后缩的情况，有部分的人则会变成长脸与开咬，就像姐姐 Samantha 一样。下巴后缩的人，他们的舌头没有足够的空间，只能往后占用呼吸道，这会让呼吸道又变得更加狭窄，
形成一种生长发育上的恶性循环。在脸型与美观的部分 ，Mewing 不仅能够帮助抬升颧骨、锐化下颚线，许多临床研究甚至证实，训练口腔肌群可以改善呼吸道健康，减少打呼，乃至于缓解睡眠呼吸中止症。在中医自古就有所谓舌顶上颚的自然疗法。杨定一博士在《呼吸为了疗愈》这本书里面呢，就曾经有多次提到这个方法的重要性。舌头顶上颚的动作可以有效地刺激迷走神经，这条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重要部分，它负责控制身体的放松反应，因此把舌头顶着上颚能够促使身体进入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减少压力和焦虑，配合缓慢深长的呼吸，每分钟大约4到6次。这种呼吸被称为朴正式呼吸法，让呼吸节奏与身体自然的频率达到共振。只要每天坚持数次，每次几分钟，甚至到数十分钟，就可以达到非常有效的效果。这样的方式使呼吸更深、更有效率，减少压力，放松身心，也更有助于快速入眠，提高睡眠品质。特别是适合有失眠困扰的人，它也能够促进心流状态，提升专注力和工作效率，使人在处理复杂任务的时候有更好的创造力与表现力。当呼吸道变得很狭窄而造成呼吸困难时，人们往往会无意识地将头部去前伸，以打开呼吸道的空间。这种头部前倾的姿势会引起颈椎的不正常弯曲，让肩颈部的肌肉需要更用力地去维持这个不自然的前倾姿势，导致肩颈酸痛和驼背等问题，最后就会产生像乌龟颈跟富贵包的现象。2020年2月，研究人员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这份研究探讨了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与前倾的头部姿势和吸入空气的能力之间的交互关系。这项研究发现，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存在异常的脊柱对齐和平衡障碍。同时，研究也建议患者应该要考虑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才能解决脊椎的问题。关于乌龟颈、富贵包这些现代人常有的问题，我们之后也会做一集影片再跟大家分享。